一般大眾對於登山用品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貴，爬個山要買背包、鞋子、衣服、外套、帳篷、睡袋等等等，一下就要花好幾萬塊。那如果提到比較平價的品牌，像是迪卡儂，有些人會覺得它東西很爛，新手才穿，根本不適合爬百岳等等。那迪卡儂的東西真的這麼差嗎？所以我決定帶一整套迪卡儂的裝備去爬奇萊，也就是台灣最知名的百岳之一，去實測一下到底是品牌迷思，還是所謂的一分錢一分貨。那究竟結果如何？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好，現在從奇萊登山口出發了。今天行程就是從登山口，然後到前面奇萊的人線上面去紮營。今天要睡在人線上，然後順便測一下迪卡儂的帳篷到底怎麼樣。然後這支影片你看到的大概90%以上的裝備全部都是迪卡儂的，包含背包、帳篷、睡袋、睡墊、衣服，像我現在穿的短袖、褲子、鞋子，大部分大概90%都是迪卡儂的。有一些東西是他們贊助的，那有一些是我本來就有的。这雙鞋也是迪卡儂的，這個是越野跑鞋。那因為我穿習慣越野跑鞋啦，這雙前陣子有先上山先試過啦，先去走了幾次樹林的大同山吧，先訓鞋啦，就是新鞋最好不要一次就直接上百岳或什麼的，最好先穿過。哦，好喘。小奇萊到了，這邊走出來就是小奇萊，蠻快的，1公里多。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奇萊北峰，然後奇萊主峰在這裡，然後就要爬到人線上紮營，然後再去主峰跟北峰。過小奇萊之後，就會一段長下坡，會一路下，然後下到黑水塘山屋那邊，然後接下來就要再往上爬，經過成功山屋，然後到人線上。那這一趟雖然有很多裝備是迪卡儂贊助的啦，但他們也沒有限制說就是我要講什麼，或是我不能講什麼。然後我還特別問他們說，如果這些裝備就是有哪些 fail 了，比如說帳篷不抗風啊，或是什麼衣服不保暖啊，或是東西我不喜歡啊，我覺得很爛啊，或怎麼樣的，我可不可以講？他們說當然沒問題，甚至在你們看到這支影片之前，迪卡儂應該也不會先看到影片，所以這都會是我真實的心得，這樣很漂亮啊。天氣好的話，這邊真的很美啊！可以看到我這次帶的是蛋殼睡墊。我平常其實我自己不太用蛋殼啦，就我習慣用充气睡墊。那這兩個差別之前大概有介紹過啦，就是蛋殼就是便宜嘛，然後重量不重，然後不會壞掉。那缺點就是體積很大，所以我自己不太喜歡就是掛在外面這樣，因為有時候像要鑽建築林啊或什麼，就會過地形啊什麼，就有點卡卡的。但它就便宜嘛，所以在山上常常看到大家帶蛋殼睡墊。但老實說，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睡充气睡墊啊。就是第一個是它收納體積很小，就可以收成一包放在背包裡面，不用這樣掛在外面。然後再來就是它睡起來舒服很多啦，畢竟有厚度，就是它的 R 值也比較高。就是你天氣冷的時候睡充气睡墊是可以買到比較保暖的選擇。這樣，那這次我是帶蛋殼啦，就是比較符合大家的使用習慣。這樣子一直下坡，然後這裡哇，這裡有個瀑布欸，不知道拍不拍得到？這邊有一個瀑布，水還蠻多的。到了黑水塘山屋，你好，特地跑來台灣哦，太厲害了！我們要走奇萊連峰，很厲害，很厲害。剛剛在黑水塘山屋那邊遇到特地從香港過來台灣爬山的觀眾朋友啊，然後他們是要走奇萊連峰，他們走5天，會先去月行池，然後再到往天池山莊那邊去，蠻厲害的。接下來我就要往成功山屋繼續走。剛剛跟他們聊很久了，然後有跟他們聊到說，我這一次背就是迪卡儂這全套，大概12公斤，目前就是包含水啊、食物啊那些的。這邊就要開始爬，往上爬，爬到成功山屋，然後再一路往上陡上到人線，大概還有800公尺左右吧，會到成功山屋。OK， 成功山屋到了，往前走一點點就是山屋了。然後这邊就休息一下。喂，早安。Hello。哎，真的嗎？我们前2天有看到你 po 文說會看到，但我們沒有什麼想到會遇到，沒想到就碰到，就是今天，就是早上就在想說會遇到啊。這蠻輕的，這件200，我記得不到250克，很輕，真的。但是這一件有一個缺點，就是它沒有口袋。哦。對，然後它的這裡就是它的袖子，我現在開始瘋狂講迪卡儂缺點，這裡，對，它沒有，對，這個我覺得算是一個缺點，就是你如果下大雨，然後你又手在那邊動的時候，可能會流失，袖子可能會濕掉。這個我覺得算缺點，那它就是輕啊。可是它有口袋啊，這個。沒有，那是你拉開，它是透氣用的。對，它坐在這裡，有這個就加分。它的口袋只有胸口這個。哦。但它只有一邊。就照菜來說，應該2手都要。對，但它這邊可以放，還要讓你練柔軟度。
OK， 離開成功山屋了，在那邊跟一群山友聊天聊很久。然後呢，接下來就是要往上爬，就是一路陡上。這邊開始就是會是今天比較困難的地方，要爬到人線上。那現在海拔2800多，要爬到接近3400，所以有大概快600要爬，500多600。那因為人線上是沒有水源的啦，就是要下去取水，那個取水的路也不是很好走。那我是在這裡背啊，就從這裡背水，大概背了快5公升吧，4公升多的水從這裡背上去。那迪卡儂這個包，它是最近才新出了一顆輕量包啦，它只有880克，非常輕，就是他們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顆輕量包，輕量重裝包應該這樣講。然後是有背負系統的，它是有背架，然後有透氣往下的。以規格來說，我覺得蠻不錯的，880克，然後價格也還行，5299的樣子。這個包我目前背到現在，有一些我喜歡的地方，有一些不喜歡的地方，但因為現在爬坡太喘了，等一下到上面再講。這種爬坡的時候啊，邊走邊講，真的是有點喘。這邊就要一路陡上，天氣超好，很累，背太重了。這次現在身上啦，包含水應該有快15公斤，剛剛裝了4公升多的水，應該快5公升，故意背這麼重，試一下，結果背起來其實還蠻舒服的，就是也不是說舒服，就是沒什麼感覺，但主要是很久沒有重裝，背這麼重，爬起來很累啊。看到人線了，在上面大概還有快300要爬吧。你不要看我走起来好像很簡單一樣，其實是因為困難的地方、难走的地方我都沒有辦法拍，因為太累了。其實爬起來這個並沒有說非常簡單啊，也是有一定的難度。這邊變得有點破碎啊，就看到兩邊都有繩子啦，但這裡好像是已經崩掉了。然後這裡的繩子比較完整，然後那裡有布條，所以應該是這裡橫渡，然後往上爬。OK， 上來人線了。山屋在那裡，新的山屋還没有開放，剛蓋好，還沒啟用。然後北風往這個方向，然後主峰在那裡，還花了3小時48分。哇，今天好累，背很重。好，下去找地方紮營。新的山屋在這裡到了，然後等一下應該是紮這裡吧，這一塊蠻平的，在這邊紮營。搭建其實也蠻簡單的，就是營柱給它穿好，然後內帳給它攤平，然後它對着顏色，這個橘色的，橘色穿橘色，橘色穿橘色。這邊也是2個角落，黑色給它穿上去，然後內帳就給它掛上來，它就會變成一個立體的形狀。OK， 這樣結構就起來了。但是你沒有下釘，沒有擺東西，它可能就會被風吹走。然後這邊又是人線，風比較大，所以等一下可能還是會下個釘。這樣就蠻穩固的啦，然後就先把東西丟進去 ，OK。然後這一頂是雙人帳，所以它2邊都有門，看一下，可以把水電丟進來裡面空間就是一個標準的雙人帳，這樣睡袋、衣服、炊煮用的鍋具什麼的，攝影器材，空間很大啦，一個人睡，所以通通可以丟裡面。好，然後先把外帳披起來，這邊就是橘色。然後給它勾起來。其實這是我第2次搭，我之前沒搭過，就只有在家先試1次而已。我是覺得這一頂還算蠻好搭的啦。這個角落弄好之後，稍微拉一下，然後上面橫桿這裡也給它穿一下。然後呢，門這邊下個釘，這樣就搭好了。然後它這裡設計，我覺得有一個蠻不錯的地方，就是剛好看到嗎？內帳它就有多出來一塊嘛，等於內建地部啦，多一塊東西在這裡。然後它這裡有個扣的，跟外帳這邊這個應該拍不太到，因為它藏在裡面。這個扣的給它扣起來，它就會形成一個澡盆底，就是一個立體的，所以你包包什麼就可以放在這裡。如果地是濕的啊，就可以不用把包包弄髒之類的，還不錯。搭好大概就會長這樣。空間我覺得還算 OK 啦，中規中矩啦。然後因為它頭頂有個橫桿，頭頂空間算蠻大的，就如果這樣看的話，算 OK。中規中矩吧，算偏大的那一邊吧，還可以啦。做工質感我覺得都很不錯，是一個品質很好的帳篷，做工什麼的都非常好，我覺得啦。目前這樣看起來，然後裡面還有口袋，然後還有是像這樣子的設計啊，就是這塊讓你這邊可以放東西，濕的東西可以放在這裡，等於內建一塊地布啦，就還不錯。而且它是立體的，像這樣你的背包就可以直接丟到這個地方，直接塞在這裡。
哦，就是你就不怕下雨怎麼樣的，而且它这個空間非常大，這個我們叫前庭啦，就是前庭的空間很大。然後你這個門拉起來這一塊，你也可以拿來煮東西或什麼的。然後現在因為也3點了啦，還沒有吃午餐，所以先來煮個東西。這個鍋子也是迪卡儂的，反正基本上這些啊，大部分都是迪卡儂的。帶了一堆奶茶，這個晚點煮。為什麼會塞奶茶？因為這個鍋子裡面我還放了一個鈦杯，然後你如果不塞東西，它就會哐哐哐就很吵，所以在裡面塞一些奶茶，讓它不會晃來晃去的。這個鍋子啊，它其實不是登山用的，它算在露營用品裡面。這個我也不推啦，就是它很重，因為它不鏽鋼的，然後它不是登山用的。那像我們一般會買鋁合金或是鈦合金的，像這個就是一個鈦杯啦，就是鈦合金的杯子，但它就沒有鈦鍋，它只有這個不鏽鋼的，然後這很重，所以不是很推薦。然後這個爐頭也是迪卡儂的，這是迪卡儂能找到最輕的爐頭了吧，應該是，但其實也還 OK 啦，80幾克，只是收納體積有點大，所以它沒有辦法放在這個鍋子裡面，就是連那些什麼鈦杯啊、瓦斯，它會凸出來，所以就只能另外收這樣。它火力我覺得是還不錯啦，就是還蠻大的，但就是體積有點大。煮點水啊，這個水袋不是迪卡儂的啊，這個是鋪拉的水袋，不是迪卡儂的。你這個太 fit 了吧？它這裡這個弧度這裡剛好就扣進去，剛剛好哎。這個不是一組的，但是非常的剛好。順便說一下啦，就是這個一般都會有這種電子點火嘛，那這種在高山上通常都點不起來啦。你看點不起來，哎，點起來了，打臉。通常啦，這種天子點火都點不起來，就是在高海拔的地方，所以都會建議要帶打火機啊。那這個剛好給我點起來了，設計比較好嗎？還是我運氣好？不知道，但打火機一定要帶，一定要帶。然後就煮個水，然後吃個泡麵吧。那今天這些裝備我就不會就是詳細的介紹了啦，因為也沒有那麼多時間，篇幅會太長。總之就是一個簡單的使用心得這樣。哇，這個煮水蠻快的，火力太大了吧？這已經滾了，這麼快，2分多鐘。煮500ml的水，哇，這個爐頭，滾了，哇，好強，小看它了。這個豚骨拉麵煮大概400-500 ml的水一下就滾了，爐頭可以，不錯，體積大了點，但火力很強。日清豚骨拉麵，山上吃這個真香。好，吃飽準備起來煮風，因為是輕裝來回，就準備一個攻頂包就可以了。我這次帶這個啦，神秘農場的。其實迪卡儂有很多攻頂包，就是大大小小不同尺寸的。它有個25公升，最近新出的，我蠻推薦的，但我沒有買，因為我就包太多了啦，所以我帶這個神秘農場。其實我沒有很推薦這個，因為它收起來體積有點大，然後有點重，這個400克。你如果是要攻頂啊，就裝一些你會用到的，比如說雨衣、雨褲，然後保暖用的外套，然後頭燈很重要，一定要帶，就是一些必需品啊，急救包什麼的。輕裝一定要帶這些東西在身上。那主要是因為我還要帶那個空拍機啊，然後相機啊，什麼腳架那些有的沒的，所以我才帶這個稍微大一點的這個19公升神秘農場的這一袋裡面就是我的保暖衣物。這是備用衣服、羽絨外套，這個是迪卡儂的，然後裡面還有一件刷毛，也是迪卡儂的。先出發，等下路上再慢慢聊。好，準備輕裝出發，起來煮風。那當初為什麼會想拍這個企劃？就是如果老觀眾應該都知道啦，就是我自己是買很多迪卡儂的東西啊，真的是大大小小，像身上穿的這一件，然後褲子啊什麼的，這個我都自己買的，然後穿很久了。這種美諾羊毛衣就是它比較不會臭啦，就是在這種長天數的縱走啊，不太需要換衣服，因為比較不會有味道啊，這是這種羊毛衣的優點。那我自己有好幾件，迪卡儂2件，其他牌子的也有好幾件這樣。褲子這個我也穿很久了啦，我自己就有2件這個東西，穿不壞，非常的好用，也蠻好看的。我自己就有蠻多迪卡儂的東西啊，然後我也蠻喜歡逛迪卡儂的。主要是呢，就是有些人會覺得迪卡儂都便宜貨，都很爛，甚至有人說那個迪卡儂不是專業的登山品牌，所以穿迪卡儂爬山就是找死。真的有人這樣講啊？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啦。然後還有就是有人說迪卡儂最近這幾年就是東西越來越貴，已經不是以前的迪卡儂。那我覺得是這樣子啦，就是迪卡儂最近它這幾年慢慢有往一些就中高階的產品去發展，從便宜的然後一直到中高價位的都有。像它就還有什麼10幾20萬的腳踏車，連這種東西都有。也不是說它整體東西變貴，是它多了中高價位的產品線。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我就覺得如果我拍一個就是全套迪卡儂，就是我身上就全部都只有迪卡儂的東西，然後來爬，比如說百岳啊，爬起來，我自己覺得會覺得蠻有趣的。那也不是說就是我收錢業配什麼的，很多人會以為我有收錢，沒有，1毛錢都沒有收，不好意思。甚至有些東西是我自己花錢買。但是呢，我自己覺得迪卡儂也是要挑東西買啦，就是它也沒那麼神，也不是說所有東西都是非常好的，或是 CP 值很高，不一定。然後做一些功課，自己研究一下。其實我原本是想要天氣差的時候再上來測啦，像天氣這麼好，其實有些東西測不到嘛，比如說雨衣的防水啊，帳篷抗不抗風啊，然後外套保暖程度怎麼樣啊，這些要天氣狀況比較差的時候才比較測得出來。
但因為前陣子其實都有申請啊，就不是家裡剛好突然有事，就是那個天氣太好什麼的。後來想說，好，沒關係，反正就先上來走一趟吧。所以這一趟就是一些防水相關的東西啊，或是保暖相關的，可能沒有辦法很詳細的測到。起來主峰在這邊，還要繞過去，然後這邊爬上來，還有一點點遠。起來主峰不遠了，這邊這棵，等一下就會有一段要手腳並用，垂直攀爬，爬上去就到起來主峰了，到起来主峰的岔路了，往上爬，超級陡的一段就會到起來主峰。到了，在那邊起來主峰，哇，天氣爆炸好，超漂亮。起來主峰上面展望真的超棒。好，要回程了，在這邊晃太久了，現在已經5點40了，還好現在天黑的晚啊，大概6點半才天黑吧，所以還有快1個小時的時間。下山，回去營地吃飯。快到嘍，快要回到山屋那邊了，氣溫開始變低了。今天天氣真的太好了，我目前為止都是短袖短褲，這樣走起來是不太會冷。但是等一下天黑之後，氣溫就會掉很快，所以保暖當然也是有帶。這次帶的是一件刷毛，然後一件羽絨外套。羽絨外套的，水路羽绒外套的話，那一件也是 CP 值爆炸高，你們應該很少看到我會極力推薦某一樣東西。那迪卡儂那件 Track 100羽绒外套就是我超級推的一個東西，它才2000塊不到，然後800 FP， 保暖度蠻 OK 的。我覺得台灣爬山3季那一件其實非常夠用，就是一個輕量化又便宜，然後保暖程度其實又蠻夠的。然後有時候你在門市就是特價可以買到，可能比如說1499之類的，超便宜。像神隊友他就穿那一件，就是他有件粉紅色的，也是那件羽絨外套。之前我跟他去迪卡儂，剛好看到特價，他好像買1399还是1499吧，超級便宜的。山屋在這裡啊，被這個起霧遮住了，看不到。啊，回來了，太美了吧！帳篷還健在哦，有聲音哦，裡面應該有水路，那邊也有好多水路哦。啊，上面。那今天就行程就結束啦，準備吃晚餐。我扎的位置就是在新的山屋的上面這一塊營地，就在這裡，還不錯。晚上應該會沒什麼風吧，希望。哦，好潮濕哦，今天這邊非常濕啊，變冷了。太陽下山之後，氣溫就掉很快，先穿個保暖。這個是刷毛，現在穿刷毛應該暫時是夠了。如果等一下晚一點再更冷的話，就把羽絨外套拿出來穿。吃個晚餐啦。你看，果然電子點火不可靠啊，點不起來了。啊，有了，哎，還不錯啊，至少點得起來。那我現在是把頭燈，就是這也是迪卡儂的頭燈啊，就把它掛在帳篷上面，然後當露營燈用，這樣就蠻熟悉的。牛肚，等一下吃一吃。吃這個好了，吃這個安城湯麵，加顆滷蛋，嘿，然後再把牛肚放進去。哇，奢侈的一餐，差不多了，真香，牛肚好爽，關火了，哦，好香啊，肚子餓了，超爽，
Hello， 有好多水鹿，不准搶我的面，水鹿，嗨，這個加牛肚真的超級爽，有夠好吃，爽度很高啊，大家有機會可以試試看。我帳篷在這，然後外面一堆水鹿 ，Hello， 嗨，後面還一堆，好多水鹿啊，哇，好肥啊，一堆，嗨，被水鹿大軍包圍了，帳篷，水鹿們。這個帳篷空間我覺得還行啊，自己一個人住根本就豪宅。這個雙人帳，2個人睡的話就是可能稍微會有一點點擠啦，但是就算正常啦。我東西是都放在裡面了，堆得亂七八糟，但空間還是很多。那這一顆就是這一次迪卡儂的睡袋，迪卡儂旗下品牌這個 Simone 5度的羽絨睡袋，攤開大概就是長這樣了。那因為現在天色暗了，明天白天再來介紹一下整個，比如說睡眠系統啊、衣服啊什麼的，就先休息啦。好，現在是第2天了。那原本是預計要上北峰了，但就是在帳篷裡面睡死了，懶得出去了，所以就沒有上去了。大概講一下這次的裝備好了。那背包昨天大概有講過了，就這顆是台灣迪卡儂，就最近才剛上了一顆輕量包，它重量只有880克，然後它又有透氣網架，就是你背的時候背包不會貼着你的背，就是你背比較不會濕，比較不會悶這樣子。它的舒適負重大概12公斤，那我實際上背起來就差不多就是12公斤啦，就再往上可能就不是那麼舒服。那我覺得是還 OK， 但它有幾個就是設計我不喜歡，像它就是它的腰包它只有一邊，不知道為什麼不做2邊，可能是為了偷輕吧，多做一邊可能就超過900克了。還有就是它2邊的置物袋啊，你要拿水壺會比較不方便啊，就是它只有左邊這邊很好拿東西，它右邊是沒有辦法直接拿到，你一定要下包才能拿到右邊的東西。那它可能設計就是說讓你放登山杖啊，或是銀柱之類，就比較長條，比較不會掉。但我自己是習慣就是說2邊我隨時可以拿到東西，它只有一邊，我覺得有點可惜啊。背起來還算舒服，但前提就是你整體的裝備要有一定輕量化的基礎，不然你買一個輕量包，結果你裡面東西裝了15、16公斤，那其實沒什麼意義。背包這個東西，我會建議最後一個再換。如果你想要輕量化的話，你可以用你原本重裝包就好，不一定要急着馬上換背包。那再來就是比較大件的，就像帳篷啊，這個昨天大概有講過啦。我自己是覺得它做工跟設計就是還 OK， 但問題就是它沒有特別輕，然後也不算便宜，它大概8000多塊嘛，我覺得對得上它的品質啊，但是有點尷尬啦，就是當你在網上貼一點1萬多，你就可以買到更輕的輕量化帳篷，那再往下你可以有其他更便宜的選擇，所以帳篷我是覺得稍微有點尷尬啦。再來就是睡眠系統哦，睡眠系統就包含枕頭、睡墊還有睡袋。迪卡儂枕頭我記得有好幾顆啦，那我那顆它是布質的，我覺得還不錯，重量也不算太重，然後收起來小小一顆。睡墊的話，就昨天有講過是蛋殼睡墊啦。睡袋的話，它是700 FP 的一個羽絨睡袋啦，它是5度的，那重量印象中是700多克。昨天晚上最冷大概4.9度吧，差不多5度左右。我是穿短袖短褲，然後一件刷毛衣，然後睡那個睡袋，我是覺得睡到有一點熱啦。那個睡袋也是稍微有點尷尬，因為我記得它是4000多塊，因為它是700 FP 的羽絨，它也不算特別輕，然後它要4000多塊，我就覺得稍微有點貴。睡袋的話，我不會推薦買迪卡儂的。之前我有介紹過一個台灣品牌叫亞錦，它的800 FP 羽絨睡袋，我就覺得蠻不錯的，又輕，然後6000多塊，我覺得 CP 值超高，而且是鵝絨。然後再來就是保暖衣物的部分，我這次帶了2件，就是一件刷毛衣，那件非常便宜，然後重量又不重，而且很暖。最大的缺點就是它收納體積很大，那就是看人取捨啦。就是這個東西，其實在山上蠻常看到大家用這種刷毛衣，因為它第一個它便宜，然後再來是它保暖度也蠻夠的。那你除了中層就是刷毛之外，你還會需要一件就是最保暖的外套。那我這次帶的是羽絨，那件羽絨外套是迪卡儂的 Track 100，它是一件800 FP 的羽絨外套。如果你非得在迪卡儂挑一樣東西買，那絕對是那件外套，它 CP 值高到非常離譜啊！但是因為現在就是有帽子的款就都缺貨，就是已經一陣子買不到了，所以迪卡儂他們給我的是一件沒有帽子的。我建議大家如果要買，直接買有帽子的，因為重量差沒有多少，然後價格也幾乎一樣，差100-200塊吧。直接買有帽子的，就是風大的時候你帽子套上去，那個感覺差非常非常多啦。然後再來是雨衣褲，那因為這次天氣超級好，我是沒有測到就是防水的部分。那雨褲的話，這件我已經穿非常久了，它是我大概3-4年前買的一件雨褲，但它已經絕版了。迪卡儂他們給我一件新的，但那件我尺寸挑太大了，所以我這次還是帶我舊的那款。那件雨褲就是我穿很久了，也穿不壞，非常的好用。然後雨衣的話，那件是一件算是輕量化的雨衣，它重量
量只有200多克吧，很輕。我记得比蒙貝尔 Stone Cruiser 再輕一點點，200多克。目前是還沒有測到就是防水的部分。然後它價格也不貴，大概2500左右吧，就是我覺得 CP 值算高。好，那整套裝備大概就是這樣子啊。當然我還是有帶一些自己的個人用品啊，比如說 GPS 通訊裝置啊，然後濾水器啊什麼有的沒的。那這樣子就剛剛提到這些所有迪卡儂裝備的清單加起來大概3萬出頭，我覺得算平價。睡袋跟帳篷這2個就是可能比較大件的東西，單價會比較高，但是這樣加起來也才3萬多塊，我覺得以價位來說還算可以接受。而且這樣子重量就是基礎重量大概才6公斤，加上我自己一些里里扣扣有的沒的攝影器材什麼食物那些加一加大概10公斤，我覺得重量上算還不錯啦。早安，早安。好了，那現在在下山的路上啊，回到最一開始那個問題，全部都迪卡儂的裝備，爬起來、爬百岳到底可不可以？答案很明顯啊，當然是可以的。只要你挑選適合你的裝備，就適合你那趟行程的裝備，你知道怎麼用，你知道怎麼挑，你用迪卡儂的東西完全是沒有問題的。當然我也沒有要吹，就是迪卡儂多神、多棒、CP 值多高什麼的，它也是有一些東西就是我沒有很喜歡，但有一些小東西，比如說羽絨外套或是一些褲子啊，我覺得都蠻不錯的。比起這些大件的東西啊，我自己是比較常在迪卡儂買一些服飾類的啊、小東西啊什麼的，像我自己穿的慢跑的跑鞋就是迪卡儂的，也是我自己買的。衣服、褲子啊這些，我就覺得它價格便宜，然後品質也還不錯。當然，像是帳篷那些就是大件的東西，我覺得它價格稍微偏高，但也不是說它真的它貴，就是看你的需求啦。如果那個價位跟就是那樣子的東西有符合你的需求，那你當然還是可以買。好啦，登出啦，回到松水游這邊了。那這次全身迪卡儂爬起來2天1夜的行程就到這邊了。那你對迪卡儂有什麼看法呢？你覺得它是便宜沒好貨，還是你覺得它 CP 值超高？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聊一聊。好，我是小白，我們下次見，拜拜。